大家好，我是鲁本 banana，欢迎大家来到香蕉电台的第3期。现在的时间是7月6号的晚上8点46分。这一周我的生活还挺不错的，我去看了我喜欢了很久的歌手的 live house，然后她是一个台湾的女歌手，叫柯明勋。我喜欢她可能也有5、6年的时间了吧，最少，几乎她的每一首歌我都听过。然后很意外的，在我生日前后，她来我所在的城市开了专场，所以我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到那个专场好像是上天专门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一样。我曾经是一个重度的 live house 爱好者，除开疫情前后的那2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1到2场的 live。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听音乐比较多，所以我认识的音乐人，然后正好他们在演出的话，我就会去看一看。还有一方面是当时我还是一个在上班的社畜，然后就会觉得太需要有什么跟爱与美相关的活动，让我的心灵重新被激活，重新被洗涤一下了。但是一段时间过去，我会发现自己的这种 live house 狂热好像有点消退下来。当你见了太多你喜欢的人，然后在现场听了太多你喜欢的音乐，有的时候会进入一种麻木的状态，就好像需要更大的幸福、更大的快乐，再去达到那个阈值。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音乐节，那个音乐节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嗯，几乎集齐了所有我喜欢的元素，夏天在海边，我喜欢的音乐，我喜欢的音乐人，而且是一整个十几20个人大打包那样，在2天内密集的向你袭来，而且我都是那种挤到最前排，然后体验能够第一手的感受到你喜欢的人站在台上的他的那种真实的生命力和他的音乐被他演绎出来的那个感觉。而且其中有一支我很喜欢的乐队就是达文西，然后那天很幸运，就是听完他的现场之后，他们还安排了有一点小商业的那种互动吧。我在人群里面等了很久，然后非常幸运被抽上去参加互动游戏，然后就和你喜欢的人大概只有半米的距离，而且我有感觉到我们的目光是互相有交错的。然后最后我也特别幸运得到了一张签名照片。然后在那天回去的高铁上，我一边感觉到很幸福，一边又感觉到有一点失落。因为当某种幸福到达某个顶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感觉了。从此以后你在体验这件事情，可能那种体验都会打折扣，你都会不得不要和今天去做比较。所以后来我的那种狂热渐渐就消退下来了。但是从反方面来说，可能也是我的音乐感官的需要被满足了，然后我在美的方面，我在音乐的方面，我在和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方面已经吃饱了吧，那种感觉。所以可能就可以从这个话题自然的引申到今天我想要说的这个主题，就是幸福是一件需要去体验的事情。因为只有体验才能够带来切身的感受，才能够带来体验的深度，然后才会带来变化。在耳机里可以听一首歌，听10遍、20遍、100遍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同。但是可能和喜欢的人互动，或者见面，或者说在现场听一场淋漓尽致的演出，或许一次就够了。说回我最近去的那场 live house，虽然我已经是一个 live house 老鸟，非常的熟悉 live house 在 live 里面会有的一些让人惊喜的点和正确的参与 live house 的方式，但是上一场 live 还是有让我感觉到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
还蛮奇妙的。上一次让我对 Life 有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的，也是一个台湾的乐队。我之前在直播里面有提到过，它叫做 Cicada， 就是蝉的英文。然后 Cicada 在8月份又要来演出，所以我也订了他们的票。虽然已经有点厌倦 Live House 的形式，但是遇到我很喜欢的人，还是会为他们开新的魄力。说回柯明勋的专场， Something about her is very unique， 就是她身上的某种东西让她变成一个很独特的人，然后因为她的这种独特，所以她能够通过音乐给所有的观众带来很独特的感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只是听音乐的话，其实在耳机里面听 CD 会更好一些，因为它的各个声部都已经经过平衡，也不会有什么杂音。但是在现场你就要考虑到人声的，就是观众的噪音，然后还有器材，然后调音是否搭配得当。有好几次我是那种带着很高的期望值去，但是最后发现可能因为音响噪声太大，鼓声太大，人声太小，或者说人声有作假的成分，所以导致体验感很糟糕。但说白了，让一个 live 这种面对面的体验变得特别的部分，其实还是来自于创作者他本身，他身上发出来的那种独特的光芒和他的风格。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柯明勋和他的音乐的话，我应该会说干净、清透、纯粹吧。它就好像那种天气很好，然后很蓝，可见度很高的天，你去海边，然后那个海由远到近逐次的那个蓝色在递减，所以到你脚下的时候已经是一种很纯粹的近乎于白色的那种蓝色的感觉。而且他的身上有某种倔强的感觉，我觉得一个有表达有创作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倔强的，因为他的倔强或者某种执拗或者某种坚定的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才可以从那么多的音符那么多的字中间挑选出来那些和他内心的声音最匹配的，组成他的一首歌，然后无数次在录 CD 或者是在演出的时候把他的心声给唱出来。听到他在舞台上发出第一个声音的时候，我就那种倒呼一口冷气，然后有一种哇，这个人就是天生应该唱歌的感觉。我听到他的歌曲在音乐软件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声音还蛮清亮蛮少女的，然后旋律挺好听的，仅此而已。但是现场听他唱歌完全是一种很不同的感受，一缕光形单影只的打在他的身上，然后整个舞台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他的音乐几乎没有什么底带，都是他自己用吉他去弹奏和人声的这样干净的一个结合。就有一种好像他是在一个只有你和他的空间里面，然后把他内心的一些想说的话唱给单单你一个人听的那种感觉，就真的还蛮被打动的。而且那种打动里面和我上次去 Cicada 还蛮不一样的，就是上次去 Cicada 的时候，因为是4个人的合奏，更多会感觉到一种和谐，4个人的稳定，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某种稳定的场域的感觉。而且因为他们的音乐也偏向自然，所以随着他们的音乐真的有进入某种自然的频率，你好像真的可以感受到溪流、山林、树木、森林的那种感觉。然后柯明勋带来的其实不是
安定和安静的感觉，它带来的是一种刺痛和搅动。我有感觉到它好像搅动了我内心某一些我想要掩饰，或者我想要去假装成熟的部分，但是他好像在他的歌里就会很大方的把那种隐痛的部分，把他那种坚持小小的坚持，然后可能受到外界的打扰和损害的那种小小的伤害的感觉唱出来，很大声的唱出来。但他那种大声不是用力，也不是吵闹，他的大声是就像一道很干净很纯粹，但是在黑暗中凸显得很亮的一道光一样，打在了你的身体的最深的地方的那种感觉。可能这一段话可以缩写一下，就是震撼吧，可以用震撼2个字去形容。然后他就会让我想到啊，原来我小的时候，或者是说我内在其实也藏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小女孩，跟她可能内在的那个小孩一模一样。然后我们都是很纯白的很小小的声音，我们很脆弱，我们也很优美，然后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愿望，关于爱，关于温暖，关于这个世界的美好。然后这些愿望很脆弱，所以他们也很容易被打破，被伤害，然后我们就会发出一些小小的叹息，或者是说一些挣扎的声音。但是我在看到它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我的忧愁和我的问题其实也很美丽呀，就是有那种其实我也会很想要拥抱我的这种小小的忧愁和问题的感觉，它们本身也就是美丽的，可以大大方方的被展示出来的。所以这可能就是体验的伟大吧。如果没有去做这样一个见面的话，明勋对于我来说可能只是我耳机里面一个比较熟悉的名字，然后一些声道，一些声音而已。但是因为去做了这个见面，所以我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原本可能用15个字就能概括的我们的关系，被扩充到可能200字、300字、500字去描述的一段关系，它变得很丰富。最近还有一个特殊的感受，就是好像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点汇聚，变成了同一件事情的感觉。很多事情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但其实我觉得我最重要的目的和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治愈我自己。一切的事情其实都只是服务于这个目标而已。不久前我不是做了那本书，就是早安怪物嘛，然后那个视频的标题就是经历过过于艰辛的童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能回答得上这个问题，因为它太大了，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不一样。但我认为站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甚至试着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重要。像我就有意识到我过去一直被处于某种贫瘠，某种被剥夺的状态，那是一种我原本应该得到的东西没有被得到，然后身体和心灵上其实都属于很严重的被压迫、被掠夺的、被否认的状态里面，然后要从这个状态恢复到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从17、18年的时候开始做心理治疗，然后后来中间停顿了，到现在也停顿了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我想也可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一些自我恢复的工作。最开始可能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议题存在，我没有意识到我有这些空缺的部分。后来是
我接过咨询师的手，开始替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明白我自己也要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这种感觉有点抽象，但是当你意识到说，其实你从过去的生活里来的时候，你一直存在，你一直属于一种被剥夺、被压抑、被迫处于一种很贫瘠的状态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像人是身处在一个斜坡之上，然后我会感觉到自己要做一些事情，努力的往上冲，让自己不至于在这个斜坡上继续往下滑。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我越努力，好像就下滑的越厉害。它有的时候会有点像是你和自己的本能，你和生活的惯性在做一个对抗的那种感觉，而且前提是你不喜欢这样，你想要变得更好。但是本身这种你想要变得更好的力，可能会让你觉得更累了。所以后来我就会尝试着做一些不同的事，让我新的体验涌进来，来弥补或者说占据我旧有的体验的部分。比如说最近我有在群里跟大家分享，我说618的时候我买了一些家里的大件的物品，其实也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有听塔罗牌占卜，然后那个占卜师说我应该要买一件很大件很重要的物品，然后这个物品对我来说在意义上来说蛮重要的，而且会陪伴着我很长时间。所以我在想，如果我要买大件物品的话，我要买什么呢？然后我就买了一把椅子，还有一张床垫。先说椅子好了，其实我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蛮多的，我在书桌旁待的时间也非常的多，但是我好像一直找不到一把合适我的椅子。我本身就是那种很爱动来动去的人，然后坐着我也不会好好坐，我会把腿盘起来之类的。反正我之前的椅子是一张木椅子，就很不舒服。每次我工作着，我就变成蹲在那个椅子上，或者是用一个非常扭曲的姿势窝在椅子上，就很不舒服。然后有一次我跟朋友去某某线下店，然后我遇到了一张我非常喜欢的椅子，就是你会一张一张一张的去试坐嘛，然后坐到那一张的时候，我就发出了一声很满足的声音，就感觉我到家了，我再也不用去寻找其他的椅子了，这就是最顶级的我想要的那张椅子了。就是那个体验的感觉非常确切，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因为是通过做了很多张椅子对比出来的。然后我就会很想要那张椅子嘛，但是我翻了一下标签，我会觉得那张椅子是超出我理解范围内我应该花在一张椅子上的价钱。然后我就开始质疑我自己，就是说我真的有做那么值得的工作吗？我真的有要这张椅子那么迫切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合理的吗？然后在我脑海中一番天人交战之后，当然那天就没有下单，然后我们就离开了。但是那张椅子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然后听了这个塔罗牌的解读之后，我在想塔罗师不会说的是那张椅子吧？我确实需要一张更舒服的椅子。但是万一我是错的呢？万一这张椅子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重要，它并不能给我带来这么多的舒适怎么办？我的脑子里就是还是会充满了种种疑问。但是有一个声音很坚定的在那一刻告诉我说 You need to change， 你需要改变了。如果说你想让你的主体的体验发生改变，那么你在行动层面也一定要去改变。如果你在过去是一个被剥夺不被满足的状态，别人一直告诉你说你想要的东西你是不可能得到的，你就是要用更糟糕的替代品，或者有的时候连替代品也没有，你就是什么也不值得，你就是不值得拥有任何好的东西。我说如果这个是过去的人告诉你的错误的信念的话，如果现在你要植入新的信念，你是不是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让他感觉到不一样？
而且就冒着那种说，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那么我试一试也无妨，大不了就错了再来嘛，大不了就是说搞出烂摊子以后我再想办法，这个后果我总是可以自己承担的。所以我就下单，然后买了那张椅子。到货的那天时间很早，我就醒过来，然后花了大概半小时1小时左右把它拼好了，然后坐在上面的感觉就和那天我在那里试坐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它是完美的，它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就会感觉到我有一张很棒的椅子了，我一定会在这张椅子上做出更棒的事情。其实这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对我来说意义又很重大，因为我为了自己的体验真的去做出改变了。有的时候我也会质疑自己说会不会太在意外物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受到的一种影响，就是你要学会脱离外物，然后主观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如果说你要依靠外物的话，你就还是一个依赖的一个巨婴的状态，你就还没有做到最好。但是我现在逐渐会发现说，原来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苛责。我的基础是生物的，如果要我这样一个生物像神仙像佛一样，只是每天坐在我的房间里打坐，然后在幻想中想象我是一个更圆满更美好的存在，但是我不感受这种圆满和感受这种美好，我不身体力行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的话，其实我也只是在把自己关起来而已，有一种固步自封的感觉。然后因为我生活里另外一件让我非常不满，但是我一直没有行动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床垫。我之前一直很想要一张很软很舒服的床垫，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买，所以我之前在橙色软件上下单，然后2次都买错了，就是我买成那种软塌塌的棉花做的床垫，它们盖了1-2年之后就会变形，然后就它已经作为一个床垫没有什么存在感了，而且夏天睡棉花床垫还会特别特别的热，但我一直好像缺少某种动力或者动机去改善这一条件，然后受到椅子的鼓舞之后，我就下单了一个床垫，然后躺在那个新的床垫上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太幸福了，我好幸福啊，就是感觉到那个幸福像爆米花一样砰砰砰砰的再从我身体里各个部分跳出来一样，很开心。因为那张床垫我开心了3-4天，是那种很小的很舒服的开心，就好像你在冬天喝了一口热茶，然后长舒一口气的那种那种很舒服的感觉。所以又回到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幸福是一件需要体验的事情。我们可能都来自于一个不那么圆满的一个过去，一个有残缺的过去，然后我们的自我在那个过去的世界，残缺的世界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和折中，还有很多言不由衷的事情，很多事与愿违的事情。如果现在在我们的当下，我们能够为自己做一点什么的话呢，就要去做，因为体验是很重要的。体验会让你把一个新的自我和旧的自我重叠，然后在一个更好的层面上，让你的新的自我代替你旧有的自我的一些已经很陈旧的感受。张口歌唱的时候，原谅生命破碎的痛，挥挥手道别哭泣的天空。你看着我的眼神多么的温柔，我并不寂寞，有时候我会这样。好啦，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在我录音的时候有听到一些叮叮咚咚的声音，那是因为今天气温正好，是广东罕见的一个有风而且不那么闷热的天气，所以我把窗户全都打开了，那个是夏夜晚风吹过来的自然的吹动了我窗前的风铃声的声音，所以或许也能通过这种叮叮咚咚的声音，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播客录制的时候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吧。好了，我是鲁本巴娜娜，我们下期在香蕉电台再见啦。